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尔。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来完成支线哀贡以及龙翔女巫的支线。支线完成的同时，你可能可以有变身成龙人的能力，或者召唤龙女巫协助我们作战，以及获得能够帮助抗伤害的超强龙雷祷告。那支线的前半部分，遇见修理液拿到修理液的密钥，推荐尽量在游戏前期，就是完成第1张地图左右的那个进度就去完成，因为在后面的话，修理液会离开他原本在的地方。然后支线后半部分一些挑战的难度会稍微比较高，假如说觉得现在还没有能力去通过这些挑战的话，可以等游戏后期再完成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这个支线吧。首先，我们的探索可以从城的前方这个传送点开始，沿着地图往东南方这一条路走。在穿过一片树林的同时，还可以捡到一把迅矛的武器，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。从捡完武器的地方一路往南走，中间会遇到一个岔路，在岔路处这边，我们先往东走到底，就可以看到传送点、十字记号以及旁边坐着的 NPC 修理耶。那捡一捡附近的幽影树碎片，跟十字记号互动一下之后，我们跟修理耶进行对话。修理耶会告诉我们，他同样也是个吞噬者。继续对话，他会贩卖一些商品给我们。在这边，他也有贩卖独特的武器——剧毒调香瓶。好，跟修理耶对话结束之后，我们传送到地图西侧正门前方十字记号的这个位置。我们要跟在这边坐着的木耳进行对话。跟木耳对话的时候，可以选择跟木耳交谈的选项。这边我们可以拿到修理耶委托木耳寻找的一个黑色浓浆。拿到这个道具之后，我们传送回刚刚遇见修理耶的位置。跟修理耶对话多出了交出黑色浓浆的选项。继续跟修理耶对话，提到关于黑色浓浆，觉得活着很累的几个选项之后，修理耶会送我们一瓶秘药。秘药的效果会让人喝下去之后立刻死亡，但不要自己喝啊，这个是后续任务要给龙女去服用的一个道具。好，那修理耶在这个支线里面的任务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他自己在后续也会有一个自己的相关支线，这个我们应该后续的影片会再聊到。接着我们往回走一点点，走到岔路转进遇见修理耶前的地方，穿过一些墓碑还有一些线虫之后，我们会在前方看到一个伺服点，以及听见有人在地上哀嚎。那这个哀嚎的人就在传送点的西南方一点点，大概在地图这个位置。地上的人叫做哀贡，他会提到一个叫做贝厄的名字，那是一个哀贡看起来很想打倒的敌人。继续对话到没有新的对话选项之后，我们回到篝火。那你可以把时间调整到晚上，这样等一下地上会多一些道具可以捡。我们接着要从传送点在的地方一路往南，到最南方的政府石柱。那路上会有一些道具。首先我们从传送点出来，正前方的一个看起来有很多鸟妖在的平台，下面可以捡到守墓鸟手环。再来是地图的东南方，大概这个位置，晚上的时候可以捡到泪滴幼体。东西都捡完之后，我们来到最南侧政府石柱这边，搭乘政府石柱的电梯上来，上面宝箱可以捡到古龙岩锻造石，然后旁边也会有一个石碑可以互动一下。东西捡完之后，我们传送回刚刚哀贡在的传送点附近。这次我们往哀贡在的方向走，往前走一段距离之后，你会下马，在这边我们会被一个古龙人给入侵。那这个古龙人我觉得强度蛮低的，就是基本上砍到一刀就可以直接把他给接死。后面我们还会再遇见一个更强的古龙人。那我们从击到古龙人的地方再一路往南走，会在地图最南方发现一座洞窟，这里是龙洞，大概在地图的这个位置。进到龙洞之后，我们先解锁它的传送点。那这个龙洞里面会有2个 BOSS， 一个龙跟一个古龙人。然后龙洞整体的探索路线非常容易，也几乎没有什么道具。从篝火点在的位置直接出来跳下去，回头的话可以捡到一个1级锻造石，这个大家想不捡也无所谓。那唯一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龙洞里面的敌人击倒之后不会马上死亡，需要再补一刀他才会死掉。那龙洞里面有2个 BOSS， 所以你最少跑图会需要跑2次。那龙洞这些小怪我自己觉得打起来也比较麻烦，所以就不会每一次经过都去打他们。好，从传送点出来的第一个洞口左转这边可以捡到一个幽影之地卢恩。如果你不在意损血的话，可以从捡到卢恩的地方直接往下跳；如果不想损血的话，可以从旁边绕一条路。那绕出来之后，这边会有一个上下坡，分别通往2个 BOSS。那我自己是打算先往下坡处走。理论上两者相比，我觉得下坡处的 BOSS 会比较容易，而且打完之后也会拿到一个可以打上坡处 BOSS 的武器。走到底这边会有一个像无底洞一样的地方，不要怕，直接往下跳就行了。下来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洞窟的 BOSS 挑战房了，后面还有一个4级锻造石可以捡。进到里面我们要挑战的就是刚刚在外面有遇到过的古龙人，不过这一次是强化版本。但总体来说，他挥剑动作蛮大的，而且也蛮好打出硬直的，接到一招就可以把他给接续秒掉。
击倒它之后也会获得一把猎龙大刀。这把武器拥有对龙特攻。我们在龙洞的另一个 BOSS 就是一只龙，后续地图也会挑战到不少的龙，所以我打算等一下就去把它强化满。然后挑战完这个 BOSS， 我们也可以先推开前面的门，解锁后面的传送点，这样之后会更方便行动。好，那我先去圆桌厅堂找修谷，把我的猎龙大刀给强化满，接着传送回龙洞，走到刚刚的岔入处。这一次我们往上坡走。那龙洞里面的 BOSS 就是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次的土龙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打不过的话，可以卡在洞口释放远程法术来击倒它。不过，假如说你跟我一样有装备上猎龙大刀的话，你会发现砍土龙的伤害是高了不少，也稍微比较容易把土龙给砍出硬直。击倒它之后，我们可以获得龙心脏跟古龙岩锻造石。房间角落也还会有一个5级锻造石可以捡。打完它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用传送的来到龙洞的终点。从龙洞终点出来，我们往下坡处走。再走下去一点点，假如说对任务信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先往旁边走一小段路。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埃贡的讯息，埃贡留下了他来找贝勒的讯息。读完这个讯息之后，我们走回刚刚的岔入处，这次直接往更下坡的地方走。在下面会有一片像水潭一样的地方，这里会有第2个龙的 BOSS。觉得挑战这只龙会有困难的话，可以跟我一样召唤骨灰。然后武器我一样是使用刚刚拿到的猎龙大刀。这把武器蓄力打龙真的能够打出不少的伤害，而且也比较容易打出硬直的效果。击倒这只飞龙同样可以获得一个龙心脏，还可以获得一个逆鳞肉块。从击倒飞龙的地方一路往南走，几乎是只有一条路。最终我们会抵达龙响大祭坛的这个传送点，在祭坛旁边还站着一个女巫，跟她对话可以选择你想吞下龙的力量。选完这个选项之后，我们可以获得古龙恩泽。恩泽上面另外有提示，女巫是线上睡眠来换取龙王恩泽的力量。跟女巫对话也可以了解关于狂龙贝勒的一些讯息。上后祭坛也可以看到用贝勒心脏可以换取的祷告，以及龙心脏目前可以换到的新祷告。那后面任务挑战难度可能会稍微有所提升，所以如果觉得自己战力还不够的话，可以等后期收集更多幽影树碎片之后再来完成这个任务。如果要继续任务的话，我们把时间消磨到晚上。接着跟旁边的女巫对话，这个时候就有把修理液的药塞入她口中的选项。那这边有没有胃药会有2种不同的分支。选择胃药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在最后拿到一个龙雷的祷告，有比较强的减伤效果，以及这个龙女巫的灵灰。选择不胃药的话，支线的最后可以拿到花岩锤，以及可以变身成龙人的女巫心脏。那我自己这边是选择了胃药，把药塞入女巫的口中，女巫就会瞬间倒地。睡吧。好，在女巫睡着之后，我们回到旁边的篝火休息。经过一整天的时间，让女巫睡一个好觉。过了一天再去找女巫，她会告诉我们，她违背了誓言，贪婪地享受了本该献给王的沉睡，她已经不配再做古龙了。那在继续完成这个支线以前，我相信一定有玩家非常希望能够把这漆黑的地图给优先点亮，所以我会先带你们去跑这边地图仔的位置，基本上就是从龙响教堂出来之后，一路往西南方向走。你会先经过一个龙爪，再经过一片红花园，穿过红花园之后来到卡罗隐藏墓地。那这边地图的探索我们会在游戏更后期的时候才完成，现在还只是来开地图而已。那我们要往地图西南方向走，但直接跳下去会死掉，所以我们先找到一个像拱门一样的地方跳过去，就来到青蓝海岸。在青蓝海岸一样一直往西南方向走，在地图的下面，你可能需要走到底再往下跳，就可以看到放有地图的钟塔了。具体在地图的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剪完地图，或者如果你想之后再剪也没关系，我们传送到龙洞终点来继续任务。我们从龙洞终点出发，回到刚刚跟尖刺山飞龙战斗的地方。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直直往南走到龙响大教堂的传送点，这次我们要往东北侧的这个缺口走。那这边只有一条路，中间也没有任何道具，我想大家应该不会迷路。在这条路最后面，我们会看到一个灵马气流。跳上灵马气流之后，穿过一座吊桥，我们可以解锁尖刺山山脚的这个传送点。从这个传送点出发，继续向前行，这只有一条路。我们会在更前面的地方遇见2只正在互相战斗的飞龙，建议坐山观虎斗，等血量比较少的那只飞龙死掉之后，我们再加入战场，不然一次面对2只飞龙会比较困难一点。那这边战斗我们可以找大哥出来跟我们一起助战，不过对前期的玩家来说，这里的战斗可能还是会比较困难一点。我自己是使用了猎龙大刀，可以打比较多的伤害，然后轮流在骑马跟下马之间来回周旋这只龙。毕竟我被这只龙碰一下，血量就会剩不到1/10。
成功将这只龙击倒之后，我们会获得龙心脏、命灵肉块，周围也会听到埃贡的笑声。往东南方一点走过去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瘫坐在地上的埃贡。跟他对话，他会告诉我们，虽然他四肢不全，还被恐惧侵蚀了2次，但他仍然是一个龙战士。他希望我们在面对狂龙贝勒的时候，能够召唤他的灵魂。好，我们跟埃贡对话完之后，就继续深入这座尖刺山里。那我们乘着利马奇柳一路来到这座山的山顶。那这边是只有一条路啊，所以我就不展示所有跑图的细节给大家看。在一个有落石滚下来的地方，我们还可以捡到一个幽影树碎片。从捡到幽影树碎片的地方上去一点点，我们会遇到古龙瑟涅桑克斯。击倒它可以获得一个古龙岩锻造石跟古龙岩失色锻造石。不过它并不是完成支线必须要击倒的龙，所以大家有空再自己回来击倒它吧。从跟古龙战斗的侧面这个岩壁，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上爬。爬出这个坡之后，我们可以解锁一个尖刺山中段的传送点。传送点西侧上坡的路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的路，不过我们先到传送点东北侧这边去捡一个道具。在经过一堆闪电的大变怪之后，前方可以找到一个埃贡的制作笔记。捡完这个制作笔记之后，上面就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搜刮了。接着我们从传送点的西侧上去，这边几乎是只有一条路，所以一些跑图的细节我们就省略掉。我们会在最深处这边可以捡到一个古龙岩锻造石，最后在尖刺山的最高处可以解锁尖刺山山顶的这个传送点。最后从山顶在的位置，我们往东走进这个山洞里，就可以挑战到这个支线的最终敌人狂龙贝勒。在挑战这头龙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去把埃贡给召唤出来。然后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要召唤出埃贡，一定只能够在进到挑战之后才可以召唤。我自己失败过了几次，有些就是为了召唤埃贡，就直接被狂龙贝勒给打死。挑战狂龙贝勒，我一样是用前面有拿到的猎龙大刀，虽然说不上有多容易，但至少造成的伤害是高了一点。击倒贝勒之后，也可以获得他的心脏，在龙响教堂可以兑换祷告。跟我们一起挑战这只狂龙的埃贡，在击倒他之后，也终于释怀了。最后，我们可以先到前面解锁狂龙之息的传送点。接着我们传送到尖刺山山脚之前有遇见埃贡的位置，我们一路奔行至之前最后见到埃贡的位置，会发现他已经变成了尸体，地上也可以捡到他的一整套装备，其中我们拿到的埃贡灵珠，回去圆桌厅堂线上的话，就也可以买到埃贡的鱼叉这个弓箭，对龙会有比较高的伤害。埃贡的部分结束之后，接着我们传送到龙响大教堂去找龙响女巫对话。假如是有喂药的情况，跟龙响女巫对话可以拿到她的祷告，向她坦诚沉睡是我们造成的话，她会希望我们负起责任，把她带走一起前行。同意带走她的话，我们就也可以拿到她的灵徽。那这边另一个分支没有喂药的情况下，就是可以拿到女巫的武器花岩锤以及变身成龙人的女巫心脏。然后也特别提一下，除了女巫心脏以外，后续我们还是可以拿到其他能够变身成龙人的道具。当然也别忘记刚刚战胜的贝勒的心脏，可以拿去龙响祭坛里面兑换一个贝勒的祷告。好了，那埃贡及龙响女巫的支线流程我们就要到这边。看完喜欢的话，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。我是大海尔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